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在之前的节目里边，我曾经提到过，以太坊就像一台世界计算机，它有硬件、有内核，甚至有 CPU。但一台计算机里边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软件。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边，这个软件就是智能合约，它不是冷冰冰的概念，而是真正在掌管链上真金白银流动的程序。今天呢，所有的 DeFi、NFT、DAO背后呢都是智能合约在默默的运行。也因为它直接处理真金白银，智能合约既是 Web3 的发动机，也是黑客眼中的提款机。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，2022年 Axie Infinity 的跨链桥 Ronin Network 就是由一份智能合约来管理的。结果呢，黑客利用规则里的漏洞，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转走了6亿美元。全世界的玩家和开发者眼睁睁地看着资金流出，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摁下一个暂停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边有一条铁律，代码就是法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拆解什么是智能合约，它如何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处理数亿美元的交易，又为什么它既能创造奇迹，也能够制造灾难。要理解智能合约呢，我们先从字面意义上去拆解。先说合约，它其实就是一份协议。在现实的世界里边，你买房要签购房合同，写清楚什么时候交房，什么时候付款，双方呢要靠律师、公证处甚至法院来保证你的合同履行。智能意味着自动化，在计算机的世界里边，智能不是像人一样的去思考，而是代码能够自动的执行规则，就像手机里边的闹钟，到点就响，不需要人工去干预它。把这两个词儿合在一起，智能合约就是一份能自动执行的合同。举一个例子，张三呢要买李四的房子，总价在1000万。在传统的模式下，流程很复杂，两个人要签一份购房合同，这份合同必须经过中介、律师甚至公证处的参与，才能够具备法律效应。张三呢需要把首付款打给中介的托管账户，李四呢要等待银行放款，房管局过户。真要闹了一个纠纷，还得上法院打官司，花钱又耗时。换句话说，为了让交易可信，必须引入一整套的第三方中介体系，既增加了成本，也让交易流程变得漫长而且复杂。而在以太坊上呢，如果通过智能合约来完成这笔交易，逻辑就会简单很多。张三把1000万交给智能合约来托管，合约设定只有产权过户成功，钱才会被打给李四。如果过户失败，合约自动的把钱退回给张三。整个的这个过程公开透明，不需要中介，规则呢写在代码里边，交易自动执行，不靠律师，不靠中介，不靠法院，只靠区块链来保障双方的利益和权益。那智能合约为什么可以被信任呢？因为它不是运行在某家公司的服务器上，也不是运行在 Cloud 里边被 AWS 所管理。如果智能合约托管在中心化平台，管理员、老板甚至一纸行政命令都可能更改数据、篡改规则，甚至一键关停服务。但智能合约则完全不同，它运行在以太坊全球成千上万个独立运行的节点上，每次调用代码会在所有的节点同时执行，每个节点独立计算，然后呢通过共识对比，只有结果完全一致，交易才会被写入区块链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去中心化的重要性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份合同，它不是放在某一个保险箱里边，而是复印到全球成千上万家的公证处。任何人想要恶意的去篡改，都会立刻被其他的副本识破并拒绝。从技术上看，智能合约是用 Solidity 等语言所编写，编译成字节码以后，运行在以太坊虚拟机 EVM 里边。它呢就像这个世界计算机的全球处理器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的开发者或服务器能够作弊，每一步执行都对全网公开，每次的计算都要付出 gas 费，没有人能够随意的滥用。更重要的是，合约一旦部署，就会永久的写进区块链里，除非在设计的时候预留了升级入口，否则连开发者本人也没有办法去修改它。这个就是智能合约的独特之处，规则写在代码里，
执行由全球共识保证，自动化、透明、不可篡改。正因如此，区块链才不仅仅是一个记账系统，而是进化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计算机 DeFi、NFT、DAO、GameFi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去中心化的创新，背后都是一段段的智能合约在默默的运行。它让价值的交换就像信息交换一样高效，让金融的服务真正触达到全球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构建一个不依赖银行、不依赖政府、由代码和共识来支撑的全新的生态。可以说，智能合约不仅改变了区块链，也为人类的社会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。尽管呢，我们看到智能合约已经创造了很多的奇迹，它的确伟大，但是硬币呢总有两面性。智能合约虽然强大，但它的风险同样致命。第一，代码即法律，但如果这个代码有 bug 怎么办？2016年的DAO事件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漏洞，黑客轻松盗走了6000万美元。合约一旦部署上链，几乎无法修改，所以以太坊后来不得不用硬分叉来解决这个问题，造成了非常之大的信任危机。所以写合约就像伊隆马斯克造火箭一样，一行错误代码就可能让整个的系统爆炸。第二呢，是依赖外部数据，也就是预言机的问题。区块链本身无法获取链下信息，比如说你写了一个天气保险合约，规定只要明天下雨就自动赔付，可万一天气 API 被攻击，告诉合约没下雨，资金呢就会被错误的分配。合约再聪明也要依赖外部的数据，而这一环常常是最脆弱的。第三呢，是缺乏人性化的判断。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合同还有情理可以商量，遇到不可抗力还能通过法院的去裁定，但代码只有冷冰冰的逻辑，条件满足就会执行，不会通融。这种死板呢，曾带来了很多的惨痛的后果。举个最近的例子，2022年 Axie Infinity 的跨链桥 Ronin 设定的规则是9个验证者里边只要5个签名就能放款。黑客呢，通过钓鱼和漏洞拿下了5把的私钥，于是他们发起了2笔完全合法的提款，先后转走了173600枚的 ETH 和2550万枚的 USDC。合约逻辑很简单，签名合法，执行提款，所以资金当场就被转走了，全世界都能看得到，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。这个就是代码，就是法律最残酷的体现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我最近呢做过一期视频，老徐被诱骗购买蜜罐币的经历。他买的貔貅币 PI 背后的逻辑就是一份恶意的智能合约，开发者故意写成只进不出，结果老徐的钱全部被锁死。罐子里边看起来像是蜂蜜，但是你的钱一旦飞进去就被粘住了，就出不来了。这说明不可篡改的特性同样保护了恶意规则。所以说，智能合约就像一把双刃剑，它能构建一个无国界的金融体系，也可能成为黑客和骗子的温床。所以，智能合约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律，但它一定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补充。在那些需要高效、透明、自动执行的场景里边，代码往往比人更加可靠。未来呢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房产交易自动过户，不再需要繁琐的流程，公司的股权按规则自动分红，杜绝黑箱的操作，国家数字货币用合约来精准的控制通胀。这些听起来很超前，但其实呢，智能合约正在把社会规则代码化，它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法律基础设施，人人平等参与，规则自动执行。而且它的应用不会局限在金融或制度层面，它也可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里。保险理赔、事故确认、赔付呢立即到账，音乐、影视版权，只要你播放一次，就自动的分账一次。医疗数据上链，既不可以篡改，又能保证你的隐私。换句话说，智能合约的终极目标就是把社会规则写进代码里边，一个人人平等参与、规则自动执行的系统，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从自动售货机讲到了数字法律，
拆解了智能合约的核心逻辑、应用与局限。今天的重点呢，我们可以归纳为5点。本质，智能合约呢就是区块链上的自动执行的程序。价值，它支撑了 DeFi、NFT、DAO、GameFi， 是 Web3 的底层引擎。风险，一旦代码有漏洞，不可篡改，就可能放大成灾难。启示，去中心化并不等于自动安全。去中心化保证了没有人能够随意的去篡改，但并不保证合约本身没有漏洞。安全最终还是要靠代码的质量还有审计。未来呢，可能重塑房产、保险、医疗等等各个行业，甚至成为新的法律基础设施。那问题是在智能合约的时代，这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，学会哪怕最基础的合约审计，或者至少知道如何查项目是否通过审计。现在呢，其实已经有了不少成熟的工具，比如说你可以一键扫描合约的安全性的检测平台，帮你识别常见的后门和漏洞。哪怕你看不懂代码，也能借助这些工具来降低踩坑的概率。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，思考如何用智能合约重构你所在的行业。今天依赖中介的平台，明天呢就可能被几百行的代码所替代。敢于尝试，你就可能是下一个真正的颠覆者。如果你是一个学生或者是开发者，现在正是学习智能合约的最佳时机。这个就像10几年前的安卓系统刚刚诞生的时候，谁先学会写 App， 谁就抓住了第一波红利。今天懂智能合约的人就是未来 Web3 世界的核心建造者。如果你是普通用户，保持谨慎，但不要恐惧。你能做到的有3点。第一呢，只用知名度高、通过审计的应用，不要随便碰那些野生的项目，你不懂的项目不要去碰。第二呢，是投入的钱一定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，不要孤注一掷。第三呢，是学会用区块链浏览器，比如说 Etherscan， 哪怕只看最基本的合约信息。所以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机会和挑战，开发者抓住红利，创业者寻找突破，投资者学会辨别，普通用户理解风险。未来属于懂技术也懂风险的人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、有启发，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。同时呢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里边，那里边有更多的讨论和学习资源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